眼前這片看似普通的海域，其實是世界上最重要、最繁忙也最危險的海峽之一——馬六甲海峽。在沒有 GPS、沒有雷達的年代，這種灰蒙蒙的雨天足以讓水手們心跳加速，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前方是通往財富的航道，還是暗礁、淺灘，甚至是一場毀滅整支船隊的暴風雨。對於古代和近代的商船而言，繞過蘇門答臘和爪哇的漫長航線並非现實的選擇，這使得馬六甲海峽成為所有東西方貿易船只的必經之路。海峽狹窄，潮流急，天氣多變，而古代帆船還得看季風吃飯，每年都有無數的船隊在這裡停下腳步，等待風向，補給淡水，修復船只，而他們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這就是馬六甲興起的理由。它的河口地形天然遮風擋雨，又處在南亞與東亞季風的交叉點，於是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迅速發展成為國際性的轉運中心。這片海成就了馬六甲，也讓它成為世界強權必爭之地。但在這片土地上留下第一道光輝印記的，不是歐洲的殖民者，而是我們今天要追溯的第一個帝國——馬六甲蘇丹國。眼前這座美麗的宮殿是蘇丹國皇宮的複製品，它栩栩如生地展現了15世紀馬六甲蘇丹國的黃金時代。想象一下，500多年前，這裡是馬來半島上最富有、最強大的王國核心。王朝的創立者是一位名叫拜里米蘇拉的流亡王子。大約1400年，他在逃離戰火後，選擇了這個河口作為新的起點。因為這裡有完美的地理優勢、避風港、淡水以及最重要的季風交匯點，船隊必須停留，天然地創造了一個貿易轉運中心。但一個出生的王國要生存，需要盟友。馬六甲展現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他們成功地融入了擴張中的伊斯蘭貿易網絡。更關鍵的是，他們贏得了來自東方的支持——明朝。大家可能都聽過鄭和下西洋的故事，他有6次都在馬六甲停靠。這不是簡單的訪問，而是一項戰略部署。明朝不僅承認了馬六甲的地位，還在港口建立了重要的官倉。正是因為有了明朝這個強大的後盾，馬六甲可以免受區域強權的侵擾，從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商業中。它成為了胡椒、
香料、絲綢和瓷器在全球流通的核心枢紐。這座宮殿就象徵着那個自由貿易和文化融合的黃金時代。然而，巨大的財富總是伴隨着巨大的風險。16世紀初，歐洲大航海時代開啟，葡萄牙成為第一個將勢力延伸至東南亞的強國。他們的核心動機很簡單，繞過中間商，直接獲取亞洲的香料。而對於葡萄牙而言，馬六甲具有無可替代的戰略定位。1511年，一支葡萄牙舰隊抵達，他們帶着火藥和十字架，目標只有一個：奪取海峽的控制權。眼前的龐大的戰艦模型，就是殖民者帶來的力量的具象化。1511年的戰鬥是殘酷的，蘇丹國軍隊最終被葡萄牙的火炮擊敗。葡萄牙人不僅要佔領土地，他們還要掠奪財富。這座海事博物館的原型就是那艘著名的花之海號，它載滿了從馬六甲搶來的黃金、香料和珠寶，但在返航途中遭遇風暴沉沒了。一艘沉船，兩個寓意。對葡萄牙來說，它是財富瞬間崩塌的悲劇；但對馬六甲來說，它象徵着獨立和榮耀在海上的終結。從這一刻起，馬六甲不再屬於東方，而是成為了西方殖民帝國的堡壘。我們走到山腳下的這堵殘破的城牆——聖地亞哥城門。這是馬六甲歷史上最血腥、最重要的轉折點的見證。葡萄牙人攻佔後，立刻建起了這座巨大的堡壘。今天我們只能看到孤獨的城門，那是被後續戰火和歷史留下的殘缺美。馬六甲不再是自由貿易港，而是一個武裝要塞，一個香料航線上的軍事支點。我們爬上聖保羅山，看看這座教堂遺址。它最初由葡萄牙人建造，後來卻被荷蘭人改造成了倉庫和墓地。牆上斑駁的石碑，記錄着不同殖民者曾在此埋葬的亡靈、铭刻攻擊的歷史。葡萄牙人統治這裡長達130年，但他們的強硬收稅方式和統治風格讓當地商人怨聲載道。只要一個地方不穩定，就一定會有人來挑戰。我們現在来到了馬六甲最標誌性的地方——荷蘭廣場，或叫紅屋廣場。這些醒目的磚紅色建築向我們講述了馬六甲的第二段殖民歷史。1641年，葡萄牙的霸權被另一個海上強國終結——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人沒有單打獨鬥，
他們展現了高明的区域政治手腕。他們與流亡的柔佛蘇丹國簽訂了合作協定，聯合起來驅逐了葡萄牙舊敵。在柔佛的協助下，荷蘭人佔領了馬六甲。但這種巨大的市政廳所代表的統治風格與葡萄牙人截然不同。荷蘭人採取了一種更務實的商業策略，他們將亞洲帝國的重心放在了巴達維亞，就是今天的雅加達，而馬六甲則被降級為一個地區行政中心。他們的核心任務是垄斷馬來半島的西米貿易。荷蘭的統治持續了近180年，但最終的結束不是靠戰爭，而是一纸合約。1824年英荷條約，英國人將蘇門答臘的一塊領土交給荷蘭，以換取馬六甲。這次交換的背後是英國為了在東南亞鞏固他們的海峽殖民地檳城、馬六甲和新興的新加坡。所以英國人的心思不在馬六甲，而是在快速崛起的新加坡。深水港口、地理更優的新加坡一興起，馬六甲的光輝便從此暗淡。這片海曾經滿是帆影，如今卻只剩下歷史的回聲。听起来馬六甲一路被打、被換、被遺忘，但正是這段多次易手的歷史，讓它變成了今天獨一無二的城市。走在街上，你能同時看到葡萄牙的堡壘、荷蘭的紅屋建築、英國的街道規劃、中國南來的玷污、伊斯蘭風格的清真寺、本地馬來文化的根。一個城市能融合6種文化，是世界上極其罕見的。這也是聯合國把馬六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原因。它不只是古蹟，而是一本立體的大航海時代教科書。歷史留下的不只是城牆、遺址和石碑，在帝國消失之後，這裡孕育出一種混合食物、宗教、語言與日常生活的獨特文化。在下一集，我們將放下沉重的歷史書，走進馬六甲的街頭巷尾，去探尋這些文化是如何通過美食和慢生活融合成如今這座美麗的古城。